终于来了无极22660，无极品牌的首款四缸机。这款车的数据呢，厂家是不给测的，例如0-100加速和刹车的极限数据等等，说是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匹配完，而且呢，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不要弹射测0-100。厂家呢，应该是这样想。之前公布的是3.5秒，如果测到3.4或者3.3呢，很多人会说是特调车；如果测出3.6或者3.7呢，也会有人说100匹就这样。我猜想不让测呢，应该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厂家说了，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，不弹射起步，我就推不出你百公里加速的时间吗？我数据库里面那么多数据，看我怎么推算出你们的百公里加速时间，包括各档位的极速，我也推算出来了。首先看一下1档的极速，这条封闭场地的大直道不到300米，只能测出1、2档的极速，1档表显的极速105，GPS 呢是93.8，误差率呢在12%，怎么差那么多呢？我测过无极很多的车，基本上都是在6%左右，这台怎么差12%呢？我猜想呢，极有可能是在试齿比的阶段。在我研究测试这台车的齿比的时候，在调整测试过程中呢，在调小末级传动比呢 ，GPS 的速度呢会接近甚至是超过表显的数值；调大末级传动比呢 ，GPS 的值呢会越来越小于表显的值。所以这台车呢还在处于调齿比的阶段，应该是在选1档破百还是2档破百？1档破百呢可以作为噱头宣传，但是1档破百呢百公里加速会慢，因为我测过4台解线后的 CB260， 有3台呢是1档破百的，全油门弹射起步呢离合放快一点，它的转速轻易掉到6000转以下，所以0到50呢特别慢，普遍在1.7秒，加大1齿或者2齿呢才能进到1.6秒。而凯旋的吹等660呢是3档破百，0到50呢1.4秒，所以1档破百呢是很不利于加速的。我也试了2档的极速为138，表显的转速为13000转，而且这个仪表呢还在调试之中，例如 TC 啊、模式选择啊都还没设置，所以还是验证厂家说的，离上市呢还有一段时间。138的时候呢 ，GPS 为125，误差率呢也在11%、12%左右。好，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是2档破百了，不准弹射测0-100，那么测1档行进中加速，测40到100、60到120的时间，再根据我的数据库进行对比，也能推得出它百公里加速的时间。而且我制定的1档行进中加速呢，是最不需要起步技巧的，而且是最接近大家常用的加速情况的。这样呢，也能排除到因人起步上的差异，从而呢影响到车辆本质上的数据。40到100的时间是2.5秒，60到120呢是2.7秒。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也出来了，就是50到100的时间2.0秒，8.8秒减6.8秒等于2.0秒。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里面的数据，2.0秒是属于什么水平？完全持平解线后 CB260 的数据，而且排行榜里面的数据呢，全部采用全油门弹射起步测的，而这台呢是直接2000转硬拉上去的。如果采用全油门弹射呢，全程保持9500转以上的，50到100跑到1.9秒是完全可能的。而且后面我发现它的冲压进气根本就没有装，进气孔里面呢是空的，所以这个数据呢还会有提升的空间。现在明白为什么不让测了吧？因为车辆还属于开发试验阶段，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定型，测出来的数据呢并不能代表最终的数据，而且调试的阶段呢还会根据油耗啊、排放啊、震动啊，还有稳定性啊等等，最终才能定型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很好奇这台车的数据。50到100 1.9秒，那么0到50到底要消耗多少秒呢？如果是现在这个齿比的话，1档 GPS 极速93，0到50呢一定可以跑到1.5秒了。0-100的成绩在3.3到3.4之间。如果设定刚好1档 GPS 能够100，成绩很有可能在3.4到3.5。好，现在来推算一下各档位的极速，因为这台车一个数据都没有了。而且大直道只能跑到2档的极速，但是呢，这丝毫不影响推算。1档5200转的时候，表显的极速在43，然而呢，1档12900的时候，表显极速是105。我们用5200转43公里，换算出12900的时候是106.6公里，所以呢，和这个1档的极速是很接近的。2档的极速138，12800转；3档呢5000转的时候，表显速度是70，换算出来的表显极速在180左右。4档5000转表显的极速82左右，换算出12900转，它的表显极速在211。同样的方法换算出5档的极速在240左右，而6档的表显极速是270。我们来看一下 CB260 呢，4000转呢是90公里，所以总体来说呢 ，CB260 的齿比呢要比这台路试车辆要输一些。好，我们把数据都列在一起，除了1档，其他的齿比都比较密，很明显就是性能的调法。
在前2期的视频也说到了齿比的调法，大家可以回顾看一下。齿比呢由2部分组成，第一部分呢为变速箱齿比，第二部分呢为末级传动比，也就大家说的小飞和牙盘。变速箱的齿比比较密，就是为了避免换挡的时候转速掉得过多。而从6档的级数还有对应的马力来看呢，也是为了性能而调的。100匹的马力，最高转速12900转。最高车速呢，通常出现在12000转到12500转，也就是表显速度250到260之间，算上表显6%的误差 ，GPS 的速度在235到245之间。对于100匹仿赛的车型来说，是完全用尽了它的最大功率的。所以，无论从变速箱的齿比还有末级传动比来看，都是比较偏性能的调法的。极速还和它的风阻有很大的关系。这台车的流线型是做得比较好的，前导流罩除了进气孔都没有多余的开孔，而且导流罩呢也因为头盔的位置而单独加高了。但是这个位置呢弄成全黑的，匍匐的时候呢很难看到路面的情况。希望亮墙的时候用的是透明的，或者是上半部分透明。两侧的鱼鳍呢是增加下压力的，设置有4层扰流板，后方呢则设有2道的鱼鳃孔，就是为了能让快速的气流带走发动机的热量。好，我们从正前方看，它这2块地方进行收边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让风往外扰流，从而呢减小风阻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这样说吧，你骑车你嘴巴张大一点和张小一点，哪个吃风多？但是呢也不能设置的太小，因为呢还要考虑到发动机的散热，所以呢必须还是要综合考虑的。车架呢为钢制的，后边叉呢为铝制的，本田的 CBR650也是这种搭配。排气管呢为侧排，形状呢我想也是没有完全定型的，所以试驾了20分钟，就只能解读那么多信息给大家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